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说一说《红楼梦》金陵12钗当中关于薛宝钗和林黛玉的这一曲盼曲《终生误》。都道是金玉良姻，俺只念木石前门。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，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。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，纵然是齐眉举案，到底意难平。这一首诗词《终生误》讲的是宝玉、宝钗和林黛玉三者的爱情悲剧。其中金玉良姻、晶莹雪、齐眉举案指的都是薛宝钗，而木石前门和寂寞林指的是林黛玉。这里的木石前门是指《红楼梦》当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错缘。我们都知道林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，石是指宝玉他的前世是一块顽石。神瑛侍者他用甘露之水灌溉绛珠草，使得它能够换得人形，修成一个女体，名字叫做绛珠仙子。那为了回报神瑛侍者的灌溉之德，绛珠仙子呢，她情愿随着神瑛侍者下凡来历劫，把自己一生的眼泪都还给他。但是呢，一个与此事毫不相干的顽石插足，错领了绛珠之泪，以至于绛珠泪尽而逝。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解释的版本。因为研究红学的人实在太多，而且各有说法，这个呢，在这里在我们阅读屋里就不展开了。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查一查，关于这个木石前门有多少种解释的版本。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，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。在这里暗示着，虽然最终宝玉和宝钗会成婚，但是呢，宝玉一直怀念着黛玉。宝钗虽然如同山中高士，也有举案齐眉的美德，但是贾宝玉的心却永远留在了林黛玉那里，而薛宝钗呢，则没办法摆脱悲剧的命运。那这是这一首盼词《终生误》。下面呢，我们来欣赏一下由霍尊演唱的这一首《终生误》。还有这一曲《枉凝眉》，我想也是估计在座的每一位都会唱，也一定都唱得不错。包括在我们当时华艺的云端音乐会上，我也听到过有朋友唱过这首歌。枉凝眉，一个是阆苑仙葩，一个是美玉无瑕。若说没其缘，今生偏又遇着他；若说有其缘，如何心事终虚化。一个枉自嗟压，一个空劳牵挂，一个是水中月，一个是镜中花。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经得秋流到冬尽，春流到夏。那在这里呢，阆苑就是传说当中的神仙居住的地方。宋朝苏轼有一首诗叫《次韵赵德林雪中西梅且享甘酒》，当中有阆苑千葩映玉环，人间只有此花心。这又是一首关于咏梅的诗。古人真的非常喜欢咏梅哈，千花未分出梅余，浅雪摧残记已疏。卧闻点滴如秋雨，知是东风未扫除。
阆苑千葩应欲还，人间只有此花心。非应要遇仙桃李，散作千林火破春。蝶谢焦黄不受饥，东风暗余色相归。偶逢白坠真春手，潜入王孙玉甲飞。仙葩就是鲜花，因为林黛玉本来就是西方临河岸上三生石畔的一株绛珠仙草，那在这里呢，也用仙葩来比喻林黛玉品行的高洁和容貌的美丽。美玉无瑕，那所谓瑕就是玉的斑点，在这里呢，指的是贾宝玉，她是一个很心地纯洁的，没有沾染功名利禄之心的人。这首词堪称是《红楼梦》诗词当中的经典，它的悲剧意味很浓，同时呢，作者也以此来暗示二者的爱情最终也不过是水中月，镜中花。大多数的红学家都认为，关于这一则判曲《枉凝眉》是写贾宝玉和林黛玉、薛宝钗之间的爱情，但也有些学者并不认可。他们认为终生误这个判曲已经将宝、黛、钗三个人的爱情纠葛交代清楚，判词也是钗黛二者合一，没有理由再画蛇添足，再来一则判曲来写宝钗和黛玉两个人。那这些学者的观点认为，判曲终生误是宝玉、黛玉、宝钗三个人终生误的总结，以钗黛合一为主，而枉凝眉呢，却是贾宝玉感叹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身边的其他的女子，除了黛玉、薛宝钗、史湘云、妙玉这四大金钗与贾宝玉有过情愫，那还有金钏、贾文、晴雯、袭人、麝月四个丫头呢，也都和贾宝玉有过情孽纠缠，有缘无分，所以才会说若说无其缘，若说有其缘这些字句。那这些女子最终都是相继离散，每一个离去都让贾宝玉伤心流泪。群芳离散从开到荼蘼花事了的秋季开始，晴雯死于秋天，麝月刚刚出头，从秋天到夏天群芳散尽，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经得秋流到冬，春流到夏。那这里的流泪，他们认为不是说林黛玉在流泪，而是贾宝玉送别群芳的难过之情的表露。所以持这个观点的这些学者认为，贾宝玉一生最爱林黛玉，却娶了薛宝钗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史湘云、妙玉、金钏、晴雯、袭人、麝月这六个人都在贾宝玉人生当中曾经划过深深的痕迹。人说情到浓时情转薄，以此来形容贾宝玉是非常贴切的。最后孑然一身的贾宝玉不知所终，它也是一种无情。曹雪芹通过终生误和枉凝眉都讲了出来。终生误是宝、黛、钗三人的情感，有缘有分，有始有终，而枉凝眉却是贾宝玉与其他六个女子有缘无分，有始无终的情缘。所以呢，这又回到了我一直在强调的，同一段文字，不同的人看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心境去读它，也许都会有不同的理解。无所谓对错，只是哪一种更合你自己的心，更与你自己的内心契合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就是文学文字的魅力所在。我想大家在演唱这首曲子的时候，每个人的心里也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理解。好，那今天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期呢，我们继续讲王熙凤的
判词判曲。